大家好，歡迎來到北歐老吳的美股直播。今天是2026年8月28號，現在是美東時間11點半，我們開始今天的直播。那麼，等待大家進入直播間，幫忙確認這個聲音和圖像是否都沒有問題。有沒有進入直播間的朋友幫忙確認一下聲音和圖像，我們就可以開始今天的直播了。好的，那麼这個莉莉朋友已經幫忙確認了，這個聲音和圖像沒有問題，感謝確認。我們來趕緊的講一下這個你好，秦朋友，趕緊講一下現在這個標普大盤。那麼今天市場關注重點啊，今天現在大盤是上漲了0.4%左右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聽這個美聯儲主席 Kevin Walsh 的這個講話，在這個全球央行的這個會議上，很多的分析師解讀他的這個語氣或者他的這個說話的話，內容是偏 hawkish， 就是偏鷹、偏強硬。但是你看，那市場現在可能對債券那邊的影響和對股市的影響不太一樣。雖然說偏強硬吧，但是他用了大幅的時間講 AI， 講 token。你去看今天很多的大科技公司，什麼蘋果了，谷歌了，亞馬遜了，微軟了 ，Meta 都是上漲的，而且都是上漲了2%以上的，那個亞馬遜漲了4%以上。就是說，雖然說現在這個美國經濟有這種問題那種問題，但是如果說這個科技發展，比如說對這個 AI 投入大量的投入，會降低這個長期來看的話是會降低通脹的。所以說為什麼市場現在大科技公司今天在猛漲，然後一些小票反而是在跌的，就是其實它是在給這些大科技公司對 AI 的投入背書了。這個當然了也不是我個人的解讀，我也是看了一些消息方面的這個，我覺得挺認可他这個分析这個解讀的。所以大科技公司今天是往上漲的，也就是說有美聯儲主義在這背書呢，所以這些機構可能是敢往裡買，敢往裡投入。那麼我們看一下圖形上的話，這個在股票上這個3買日線上，我們現在看的是周期是日線，從這個6316，這是一個進入段，然後一個中樞，然後開始離開，回來確認一個小3買。現在這個反彈也夠一筆了，從7638到這個今天的高點771.48，771.48是目前的最高點，這個也成一筆了，就也成了這個反彈夠一筆了。現在我們要關注就是要麼是打高點再次突破前面的歷史高點，那就會可能出現盘整背馳，或者說力度非常強。那麼這個 MACD 要跟上來 ，MACD 一定要張口張大，那麼這個3跟1比較才能不背馳，對吧？這是我們都知道的。或者說不能夠打高點，在這裡做中樞也可以。那麼這裡有一個中樞，這裡做第二個中樞，再往上走也可以，對吧？這就是不打高點。還有一種最差的，往下跌的是3買轉2賣。如果說出現3買轉2賣的模型的話，那就要快速殺下來。那這個3跟這個1比較的話，就不能背馳。那這樣的話，可能就要走反向。就走大周期的周線上的一筆回落，這就是3買轉2賣這個模型。但是現在我們要跟的是什麼呢？就是這個3買之後的這一筆，它的內部，簡單看一下1小時，把它高亮一下，快速的說一下，然後我們再分析大家。那麼在1小時上也是一筆沒有結構，30分鐘上是有結構的，在30分鐘上這是起漲點1、2、3。然後這個3也不背馳，我們可以測一下用工具，已經突破了 1.618 了，說明這個3是不背馳的，跟這個1比較，對吧？那麼這個3的內部呢，3雖然說不背馳，但是它的內部如果說夠飽滿的話，它也是可以回來的。那麼回來的話，我們要看能不能碰到前面的小高點，如果說碰不到的話，還可以有5，還可以有到高點，或者說在這裡做中樞也可以。所以現在關注的就是最後這一段，就30分鐘的這一筆，你現在都沒有辦法說它結束，
看一下5分鐘上，5分鐘上结構也很清楚，这是一個進入段，然後開始在這做5分鐘中樞，然後開始離開。現在針對這個5分鐘這個中樞的3買還沒有出現的，如果說今天盤中跌破了這個位置7756的話，你要看跌破它之後回不回得來，回不來還是3買，還可以再往高走，是要在上面做中樞，還是說在出現3買之後打個小高點之後回來做中樞，對吧？所以現在就如果說你要做日內的話，要做大盤的話，就盯着5分鐘這就可以了。最壞当然就直接拉回到这個5分鐘中枢裡面來，然後再繼續震，那就是稍微差一點的結果了。但是目前個人來看的話，想砸回來的話，那需要那些大科技公司的這個配合，不知道是在收盤之前能不能夠拉回來，還是說怎樣。但是整體來講，大科技公司在護着盤面，只要這個大盤不出現暴跌，其實小盤股也好，個股也好，它是比較活躍的，對吧？你就盯着你自己手裡面的股票的結構就好了。好的，這是針對這個大盤，我們來趕緊看一下大家提問。有一個叫 MetaGame 的朋友，留言 SMR，因為我還是希望大家來參與直播的。如果說你實在來不了的話，是可以留言要分析什麼，但是我還是先緊着其他正常參與直播朋友們的提問，然後如果說還有時間的話，我們再反過來再分析你問的股票。這樣的話就是也公平一點，畢竟這個每個人的時間都有限，對吧？看一下前朋友問的 AMAT。也是跟 AI 相關的，你只是說讓分析一下，並沒有說具體的。那麼 AI 相關的，我們看一下，這是我們之前分析過，這裡畫了一個虛線的中樞，那麼現在這個中樞可以變成實線了。然後這個高點是在這裡，還出過一個高點，是563這裡。然後這個回落也夠一筆了，這個回落新的日線上回落也夠一筆。那麼現在就看的什麼呢？就是現在也踩到了120天這個均線上了。現在就看它這裡是不是要砸穿這裡，繼續走小 B 段，這就是這個中樞是進入段，小 A 小 B 就離開段，是不是要不背馳，還是說做出來2個中樞，是不是要走這種？或者說跌破這個位置可以彈一下，給一個3賣再下去也可以。所以現在關注重點就是這個，雖然說踩到了120天上。但是它的內部要看一下，但是現在它這裡是 MACD 都在0軸以下，對吧？它也是已經出過財報了，然後分紅也分了。那麼看一下它的小周期上，小周期的話，1小時的話，這裡是出現過一次反彈，這個反彈也有。它1小時上走的比較，相對的是比較肉或者比較糾結的。這裡是做了一個1小時中樞，然後這裡又做了一個1小時中樞，這裡做了2個1小時中樞，然後呢，中樞的高低點也是接觸的，所以這是一個擴張的中樞。那麼現在先不說它擴張不擴張，就是這個，看它是不是要以，我們把前面那個低點把它拽上來，是不是以某種慢慢往下殺的節奏，是不是要殺掉前面這個低點，也就是這個436.34這個位置？那前面這裡漲的時候是相對比較乾脆的，對吧？一個進入段做了一個中樞，打一個離開就完事兒。但是它回落的時候，相對還是有抵抗力量，就多頭可能爭奪的比較厲害。每一次回落不多，然後立刻就有反彈。但是它這個位置明顯多頭的力量還沒有顯現，就是說這個下跌的這個因素也好，不知道是什麼因素也好，是大環境啊，還是公司整體的下跌的還沒有被消化掉，這個下跌的這個因素還沒有消化，起碼在1小時上我們看不到很強的狀態。你看它前面是什麼叫強的狀態，對吧？這裡出現那個快慢線出現那個交叉之後，然後帶出來了跳空缺口，然後快速往上拉。是這樣走的，對吧？這叫強的。
但是現在是一種類似陰跌的狀態，彈一點又下去，彈一點又下去，沒有說這快速往上走的這種狀態。這種狀態的時候，就是要麼是等消息，要麼就是等這個公司，要麼就是其他的這個多頭沒有信心，或者說這個公司內部有什麼人在賣，對吧？這都是有可能的。但是它好就好在它離這個零軸還比較近，1小時上離零軸還比較近，所以什麼時候這個公司針對最後一個1小時中枢能夠出現一個強勢拉升到它上面的時候，你可以往上追一下，或者說加一點。如果說不出現這種情況的話，你也可以盯着日線上，因为现在日线上我们看裸 K 的话，现在日线上一直是老是出一個小低點，對吧？剛出一個底分型又被打掉，剛出一個底分型又被打掉，所以這種是不好做的。那麼你寧可說等一個強底分型，就是出現這種。什麼時候這個第3元素強勢突破了第1元素的高點的時候，你再進。你看這裡從來沒有，對吧？這裡是出現過底分型，但是是弱底分型，後面又出現了底分型，但是也是弱底分型。這裡是出現嘗試出現一個稍微強一點的，但是因為是剛出現這個高點之後的一個這個嘗試，也不是這個底分型。所以說什麼時候給我一個強底分型的時候，我可能才開始考慮往裡進，尤其是針對這種弱勢陰跌的狀態的時候，需要有耐心一點。那麼最有可能，如果說跌的慢慢下跌，如果加速的話，那就可能要跌破這個436，可能要去200天了。那就你就要看這個進入段跟離開段去比較。如果說不背馳的話，可能要再做在日線上再做出來第2個大中樞來，對吧？所以不是說它陰跌就不會出現加速下跌，很多時候陰跌慢慢跌的比較慢的時候，你看着那個跌不下去，但突然加速，很多股票都這樣。所以不給明確的強的信號，就是多頭強的信號的時候，你就不動，這可能是更好的一個操作。好的，這是針對這個 AMAT， 我們再往下看58499朋友問了一個FSLR 是一個 First Solar， 這是這個太陽能相關的。太陽能相關的話，現在因為吧，現在 AI 相關的這些那個大科技公司的話，他們主要都是買這些核能相關的，比如說因為這個數據中心用電比較厲害，所以他們會去核能公司買這種小的這個核能發電站。來這個給供能，但是現在這個太陽能這種風能這種，尤其現在美聯這個特朗普政府的話，對風能的打壓是比較厲害的，對吧？他更多推薦的是石油啊這些傳統的能源，所以針對風能來講，你要能耐得住那個寂寞，長期操作的話，或者說你是真的了解這個行業的話是沒有問題的，但是整體的基本面的話，對這個清潔能源的這個並不友好。那麼在圖形上，現在這個大周期月線上的話，已經出現了月的頂分型了。然後本月是嘗試出現過一個大的反彈，這個上影線非常長，發現沒有？但是又被砸下來了。所以啊，如果說往壞了走的話，那月上要出現回落一筆，那就要看這個月線這個中樞能不能砸到月線中樞的中軌這裡來。現在就是整體大周期上沒有明顯的這個向好的跡象。我們要看這個從166這一筆有沒有結束。雖然說月線上已經有頂分型了吧，但是也可以是中繼的呀。也就是說小周期這裡它做了一個中樞，然後可以再繼續上，這就是再次突破前面這個高點也可以。但是兩個方向我們都要看。看一下周線上，這是我們之前可能是大概分析過一點。那麼這裡其實是可以有一個中樞了。如果說周線這個中樞它能夠以這個116作為起漲的話，這裡做了一個中樞，然後又砸回到中樞裡來。雖然說這裡是出現過，你看這就是強底分型，這裡出現過一個強底分型，非常強的一個底分型，對吧？但是出現強底分型之後，又連跌了3周，又連續跌了3周，現在基本上回到了前面這個底分型的低點這裡來了。所以漲了2周，跌了3周，現在是不是要再次跌破前面這個低點呢？對吧？不知道，這個不知道，所以要看是不是從320這個下跌。雖然說在周線上是夠一筆了，
但是我們要看它是不是要繼續延續啊。你现在没有办法说它結束了，你雖然說有底分型的，但是可以是一個中繼底分型，它可以去向下延續。那麼現在也是要快到200周了，如果說跌破120周往下走的話，就是200周。前面這裡是踩過幾次200周的，這裡是踩到200周附近，前面這裡也是，是不是要再踩一下200周，得到一些大周期的買賣人的這個支撐之後，踩到這裡，那這個周線上一筆可能結束了，是不是要再彈，還是要走反向？現在是我們要關注的。看一下這段的內部。那麼在日線上的話就比較簡單結構了，1、2、3，对吧？做了一個1、2、3。那麼現在其實這個跟剛才那個 AMAT 也很像，就是3有沒有結束？這個3它是一個陰跌狀態 ，MACD 也都在0軸以下往下探，有沒有結束？它如果說沒有結束的話，那就是一直陰跌，再次跌破這個195.84，就可能是出現一個日線上1、2、3之後，可能給你一個小的反彈，然後再继續跌，对吧？所以針對這種的話，尤其在大周期上，比如說月線都不太出現大的顶分型之後，然後周線上也是這種前面這裡如果說從這裡斷開的話，那麼都前面左邊這裡可以結束了，那麼右側的話是不是要繼續往下走？所以如果說我是你的話，如果說想做多的話，它什麼時候再次踩一下這個200周，或者說再次跌破這個195.84，可能會再進場做多。那麼現在的話，寧可不動，就這種弱勢狀態，你去做多的話不太好做，对吧？那可能很小周期，尤其這段明顯是沒跌完，所以在基本面不好的情況下，你做的時候，它又是波動比較小的時候，就比較難做。尤其是它這個整個的行業不是市場關注的這個主線的時候，你就比較難做。前面這裡漲了，可能就是因為財報，這裡漲了大概1周左右的時間，可能是因為財報的原因。但是衝了一下，短期衝了一下，哎，可能是不太對勁兒，然後又下來了。所以啊，我們做股票的話，還是要從稍微長一點的這個大一點的基本面來選。這樣的話，你才能夠做起來比較容易一些。像這種的話，你就是可能放到基金裡面，或者說定投啊。如果說真的看好這個，可能更容易。如果說做的比較，就是你的周期比較短的時候是比較難做的，因為它關注度低，然後波動小，你這個時候反而更容易做的是長線。稍微比如說周線的這個結構，你去做一下，對吧？大周期出現了買一點，然後出現震盪的時候減一減。如果說頻繁操作的話是比較難的。這是我個人的一個看法。再往下看，戴安娜問這個比特幣有倉位什麼時候出？那比特幣的話，其實現在就是因為這個我們之前講過大周期上是在月線上，這個我們之前說過，月線上它這裡有兩個這個中樞有結構，對吧？這次回踩的話，剛好到月線的中軌這裡。那麼現在這個反彈也是，它這個底分型就是強底分型。我們看這個底分型，這個月線這個底分型，這3根 K 線就是一個強底分型，就是第3元素突破了第1元素的高點，這就叫強底分。強底分和弱底分就是唯一的區別，就是強底分可能更容易出現這個反彈一筆，弱底分的話，像這種弱底分，它可能彈2下之後，然後繼續往下走，後更容易出現中繼的一個底分型。但是這個沒有100%的對應性，只是一個大概率，所以你要說什麼時候出，那起碼先等一等，看能不能到第一個反彈位置83914，這84000附近吧，看它能不能到84000。如果說強的話，當然可以再往上走。然後我们再看一下小周期，小周期在这个日線上的話，這是起漲點，這裡有一個中樞，這是離開，它現在是不背馳的，但是它的內部。我們之前也是說過，這一段現在看一下它的內部結構，4小時的話是有結構了，4小時現在這裡有中樞了，這裡有一個4小時的中樞，那麼前面是一個1、2、3進入段，然後開始在這裡震，對吧？現在都在這個中樞內部在這震。那麼因為馬上又要周末了，但是我們也聽到今天這個之所以為什麼比特幣漲這波，主要是這個國債那邊，對吧？因為這個美國這個財長貝森特搞了一個大招，要回購國債，然後有點想那個逼空這個做空國債那幫人。
但是現在力度没出來，所以因為如果說這個美聯儲那邊也好，或者說你繼續這個降息的話，對這個就是你繼續印錢的話，對市場的流動性是比較好。那麼大家是看空這個美元的話，這個比特幣是會漲的。所以现在是前面涨得太猛了，就這三段涨得比較猛，所以這裡面什麼時候開始可能要震出一個中枢來，震多少段我們不知道，現在只是一個1、2、3、4、5，只是出現第5段，什麼時候如果說再打一個高點，你可以再出新高的時候再走，也就可能先衝到這個84000。那麼因為它這段衝得很猛，它有可能是比如說這個4小時上，如果說再衝一下的話，我是建議先減一點，或者說你什麼時候等這個日線上給一個頂分型的時候也可以。現在是刚這個頂分型還沒有，這都有包含關係。所以說再出現一個 K 線的時候，出現頂分型了，你也可以減一點，因為這個時候它可以是回落一次的，但是這個回落可能空间就比較大了。如果說它出现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回落，比如说砸到这个74000的话，那你就不值当啊，对吧？这个空间你如果说能够避开它的话，有10%左右的一个空间，能避开还是避开它。如果说即使砸到这个位置，它还是可以再打高点，因为这個是3買啊，針對下面這個。所以現在就是如果說想早跑一點也可以，現在畢竟今天是跌了2點多，現在賣一點也可以，但是可以留一點底倉。那麼比特幣的最大的問題是，因為它是合約交易，如果說你是 ETF 的話，周末是沒有辦法交易的，所以你只能打一點提前量，對吧？我個人建議這裡如果說有的話，倉位比較大的話，可以先減一點，先早跑一點，畢竟前面的漲幅是比較大的，你的盈利是有的。那麼既然賺錢了嘛，我早跑一點沒有問題，比你這個最後這裡沒賣，然後下來一個10%，你到這個位置再加，那你的倉位就應對有問題了。這是這個比特幣，然後再往下看，Lily 朋友問了一個 MSTR， 打算找機會建倉，也是因為MicroStrategy 對這個，因為它是就是對標的比特幣嘛，你打算建倉是吧？那麼這裡是它在日線上做了一個比中樞，那麼最好我們之前說過，就是看好某一個的時候，雖然說當時在這段時間其實是沒有什麼方向的，但是如果說你長期看好一個行業、一個公司的話，是在它每次回落的時候去買，因為你不知道它哪次能上去，所以說我們建議是每次回落做中樞的時候買，然後買進去了，打個比方，這是前面這個 82.31， 很多人說我買進去了，然後啪又跌破了 82.31， 我不是被套了嗎？很多人會有這種疑慮。這很正常啊，這非常正常，可以說，因為你在82，你以 82.31 作為你的進場依據，這個位置是不能跌破的，你也不知道它能不能夠跌破，因為這個市場風險永遠存在。你想做一個無風險的交易，在市場中是不存在的，沒有無風險的交易，只是你能不能夠控制這個風險大小。所謂能不能控制，就是用你的這個倉位控制啊，對吧？很多人就想找那種100%的盈利的交易，那哪有100%的事兒啊，對不對？你能控制的就是我在這個位置回來了，你買多少的問題，然後跌破了這個位置，我可以先出來，先減掉，然後等待它，比如說走得深了，那到這個位置我可以再買回來。如果說它跌破了這個位置再回來，那一拐頭的時候我又可以再買回來，這都可以的。只不過你的交易可能這裡是有交易磨損的，你不可能一點交易磨損都沒有。所謂交易磨損就是可能有手續費啊，可能是你個差價虧一點呢，這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。你不要老想着啊，我某一個位置買了一點都不虧，然後只想着賺，沒有這種事兒。所以一點風險都不想承擔的是不可能交易好的。你要所做的就是在進場之前把你的這個各種好的壞的都想好了，跌破了這個位置你怎麼辦，然後繼續往下走你怎麼辦，對吧？漲了你應該減多少，到什麼位置我減倉，這些在你進場之前都想好，而不是說我漲了我想追它，然後跌的時候我去殺跌，那你整個這個交易是有問題的。所以最好的位置是在這些回落的時候去買，但是現在已經上來了，你要想買它的話，
最好當然是給你一個回落，然後給一個3買上去，對吧？最好是買這個回落。如果說這個也等不及的話，那你就只能去更小的周期找這個它的內部的這個回落，就是說小周期的回落。那麼在1小时上我们看一下，這是高量這段的1小時，這裡是有過一次回落，1小時上這裡有過一次回落，這裡又有一次回落，那這個反彈是不夠的。其實在30分鐘上這裡是肯定是有中枢了。如果說你用1小时的話，就是一個1、2、3、4、5，一個5浪，然後現在開始回落，這個回落的話還沒碰到前面的高點呢，有可能是出現6。如果說回來的話，那就是在這裡做中樞，看它是不是再上去。如果說看30分鐘的話，這裡是有中樞了，我們用30分鐘也可以，因為這兩個周期30和1小时的話，它的這個60分鐘它們的比較接近。如果說用30分鐘的話，它的圖形可能更飽滿一點，60分鐘的話稍微差一點。那麼你現在如果想進的話，就是什麼時候再回到這個30分鐘中枢裡面來，对吧？回來的話，那其實就是在做中枢震盪。如果說你能夠有時間去做30分鐘的這個中枢震盪的話是沒有問題的。但是現在是離這個中枢已經非常近了，被砸回來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。現在，那麼想看一下是不是能夠砸回來的話，你就要更降低周期去看它的小周期了。看一下它小周期上是個什麼情況，一個1、2、3、4、5。小5分鐘上再走5浪，对吧？第5浪現在是 MACD 也是往下殺，5分鐘上的底分型也沒出來。那麼你可以簡單的先做一下比較，3和5比較，3和5的這個空間比較一下，等比例在127，看它是不是先到127，這個5到127的時候能不能彈一下。如果說彈起來也不高，那就是一個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然後還有7，對吧？也就是這麼做。就是這個一點點去跟蹤，然後把周期慢慢降低到你能夠交易的周期就可以了。所以針對這個 MicroStrategy 的話，我的建議是等它起碼5分鐘上出現一個1、2、3、4、5的時候，你看你能不能夠先跟着做一個5分鐘的。如果說5分鐘強勢起來了，那你是不是就買了一個相對底部？如果說5分鐘弱，我給一個6的反彈，你這個位置能不能夠出得來？5分鐘的第6筆反彈，如果出不來的話，它直接就去7了。7完之後可以出8和9，對吧？它可以這樣走。那麼你在這個位置買的，那就套在這個位置了，相當於套住了。那至於你要不要擱在9的位置，那就可能要看你自己了。所以交易的問題就在於周期和你能夠操作的周期。我現在看的是5分鐘這個圖形，但是5分鐘我交易不了。那你就只能交易30分鐘的，30分鐘什麼時候回來了，然後做一個底分型，然後底分型出來之後，我再看一下雙觸發內部結構飽不飽滿，這個回落的時候是不是一個1、2、3、4、5，還是一個什麼其他結構的帶中樞的，是否，對吧？這樣的話我才敢買這個30分鐘出現底分型之後這個可能出現的這個反彈。如果說結構不夠飽滿，那可能出現底分型，比如說到了中軌這裡也沒有出現這個內部飽滿結構，你還是不買，它可能繼續往下走。所以都是這樣，你前提是先設置好你要進場的一個條件，然後再去觀察市場，再去觀察這個圖形上給你什麼，而不是說現在你不管它的小周期，因為小周期圖形都是從小周期慢慢生長到高周期的。為什麼要觀察小周期這個結構？如果說連5分鐘上，我們現在看的周期已經很小了，5分鐘上，如果說連5分鐘上都沒有出現多頭的強的轉折表達的話，那你進的是非常危險的，因為它完全是可以慢慢生長出6和7甚至8和9來。你不要看這個周期小，因為它是一個生長過程，你是沒有辦法預測到它在30分鐘上60分鐘是一個什麼結構。如果說連小周期都沒有多頭表達的話，你像前面這裡，什麼叫多頭表達？對吧？你在5分鐘上這裡在做的時候，這裡有一個1、2、3的時候，這裡出現了一個這裡也可以有一個5分鐘中樞。什麼時候強勢表達？這種情況出現的時候，你可以第一時間往裡追的呀。就這種強勢往上走的時候，這些位置你往裡追都是沒有錯的，因為是在最小周期上出現強勢表達，出现了多和空的明顯轉換的時候，你應該第一時間進去。如果說它這個裡不是這麼走的話，比如說它後面這裡沒有這個。它還是這麼陰在這裡，或者慢慢在這裡震的時候，你是不進的，因為它這裡是相當於，如果說出現中樞的話，是一個多空相對平衡的狀態。只有出現多空不一樣的時候，是哪個強的時候，比如你想做多，必須要出現這種強勢表達的時候，你才能往裡進。
所以說各个周期都是，这是5分鐘上出現強勢的時候，你要做5分鐘這種強勢表達。那麼在5分鐘上弱的時候，你想做多，那你就是逆勢。所以我不知道有沒有把這個周期和你想操作的時候，什麼時候可以進，什麼時候不能進，什麼時候需要等的這種狀態表達清楚。因為這個東西如果說你不能夠知道的話，你就很容易錯配。比如說這個你可能還沒有跌完呢，你覺得這個好像完事了，還沒有出現這種強勢表達的時候，你就往裡進，然後可能也給你彈一下，但是它可能很弱的一個反彈之後繼續下。所以我們要的其實是更強勢的表達之後，或者說在日線上，比如說這個日線上出現這種不背馳的，前面這裡進入段離開段比較，它是突破了這個114.14之後是不背馳的。你如果說追在這個位置，這一天是在8月21號這一天是漲了6%，你即使追在6%的話，我們看如果說你追在這個位置，那麼後面是有多大的一個短期空間？有16%的一個讓你去賣出，你即使在追在這個位置都沒有問題，因為它是出現了離開段不背馳的狀態，跟進入段比較，我不知道有沒有表達出來。就這個時候你去追進都沒有錯，因為它是強的狀態，你去追它，後面還是有一些空間讓你出來的，起碼不會套在裡面。所以啊，每個週期都去找它的強弱表達。如果說只是一個平衡狀態，比如說等比例，甚至是背馳狀態，那你就不應該去做逆勢的一個操作。好的，因為這個今天每一隻講的稍微囉嗦一點，然後可能表達的可能有時候不太夠清晰，但是多看幾遍，這樣的話你才能知道如何分配你的操作，如何分配你的倉位，什麼時候應該進，什麼時候應該等，可能會更清楚一點，這樣就不至於每一個這個有點就是這個也不知道的，這個操作會了，但是另外一個又不會了，其實這方法都是一樣的。還有一些這個，比如說像秦朋友問了一個 AMD， 還有最開始這個 Meta Game 這個朋友問的這個都沒有時間分析了。那麼我們可以在周末這個周末復盤的時候會分析你們提問的這些。好的，那麼的話，我們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了，感謝大家參與我們